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真的非常酷，它正在彻底改写全球金融和企业采购的游戏规则。没错，就是实体资产与区块链技术的完美结合，也就是所谓的 RWA。我们来看看这些新科技到底是怎么把传统银行体系跟未来的数位世界串接起来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开始。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你今天可以透过区块链合法而且超级安全的拥有 SpaceX 火箭或者它设备的一部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但说真的，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世界上那些超级庞大、极具价值的实体资产，现在正一票一票的被数位化。这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现在进行式的金融大革命。好，那为了搞懂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火箭也能代币化这一步的，今天的重点会放在这几个部分。首先，快速认识一下 RWA 跟 DeFi， 接着看看 SpaceX 带来的采购新革命，再来拆解9家传统银行是怎么进场投资的。然后，我们也会客观的比较一下两岸和全球的监管差异，最后再来聊聊这一切会怎么颠覆未来的银行业。好，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部分，先帮大家打个底，认识一下什么是 RWA 与 DeFi。首先讲到 DeFi， 也就是去中心化金融，大家可能都知道，它就是一个建构在区块链上的系统。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完全靠智能合约来自动执行借贷、交易这些理财服务。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是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而且完全不需要传统银行或券商当中间人的超级系统。它就像一个无国界的高速公路。不过呢，老实说，过去它因为背后没有什么实质资产在撑着，所以常常会伴随着极高的波动跟风险。所以啦，完美的解法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RWA 现实世界资产。简单来说，它就是透过资产代币化技术，把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或者有明确价值的东西，像是房地产、黄金、债券，甚至是碳权，直接转换成区块链上的数位代币。这等于是把实体资产的安全性跟真实价值直接搬到了 DeFi 的高速公路上，变成了稳定又真的能赚取收益的数位资产。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两者，差异真的非常大。你看，传统的加密货币，它的价值基本上就是靠市场的情绪跟供需在撑，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暴涨暴跌是很常见的。但是 RWA 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紧紧瞄定着真实世界的，它产生的收益是实打实的租金、利息或是商品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它不仅让你享受到区块链那种高流动性、低门槛的好处，同时还帮你避开了以前买虚拟币最怕的那种剧烈波动风险。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来看看这个技术实际应用在 SpaceX 身上会掀起什么样的采购新革命。这真的是解决跨国供应链卡关的终极大绝招诶！大家想哦，假设 SpaceX 现在要造火箭，需要买一大批铝合金之类的原物料，以前可能要跑一堆跨国流程，但现在第一步，供应商直接把这些实体原物料变成 RWA 代币。第二步， SpaceX 直接在区块链上把这些代表材料的代币买下来。然后最关键的来了，供应商几乎在同1秒钟就能在链上收到钱。这不只让整个采购过程变得超级透明，还戏剧性地省下了大量的等待时间跟跨国手续费。更狂的是，这个技术的潜力可不只停留在买材料而已哦，这其实描绘出了一个超级巨大的太空经济蓝图诶。你想象一下，未来不只是火箭上的设备，甚至连 Starlink 星链网络的基础建设，它未来的长期订阅收入，还是供应商的应收账款，通通都可以被代币化，变成区块链上的 RWA， 让大家来参与。这真的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对企业找钱或是资产流通的想象，对吧？好，那我们来到第3部分。既然这东西这么有潜力，那
传统的9大银行是怎么布局投资的呢？重点其实在于他们是怎么挑资产的。这9家银行可不是在瞎跟风炒作哦，他们是真金白银地的，把传统金融里最稳定的资产给搬上区块链。你看看，里面有美国公债、绿色债券、企业的应收账款，甚至连不动产跟基础建设的收益权都在里面。这么做的好处太明显了，本来很难脱手的资产瞬间变得很灵活，中小企业借钱也变得更容易，而且这些 RWA 还能直接丢进 DeFi 平台去生利息或做借贷，这真的是传统金融跟区块链最完美的深度结合。为了让大家更有福，我们来看一个很具体的基础建设投资案例，也就是台湾的 Big Sun 太阳能 RWA 计划。这个计划超大手笔，它直接把太阳能电厂、储能设备，还有北台湾 AI 数据中心的庞大收益，以及电力购售合约，全部给代币化了。等于是把绿电跟 AI 算力赚来的稳健现金流，包装成了一个有实体担保、能抗跌的数位资产。这就是现在市场上非常有指标性的绿能型 RWA。接着进入第4部分，资金流动这么大，各国政府总不能坐视不管吧？我们来客观比较一下两岸以及全球的监管态度。从这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2种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线。台湾这边走的是比较谨慎的先沙盒再修法渐进式路线，一切以合规跟金融创新为前提，所以目前的试点计划大多是挑黄金、债券这类风险比较低的资产来做代币化。那中国大陆方面呢，则是由国家强力主导，他们对那种开放式的加密货币或 DeFi 是严格限制的，资源全都砸在推广数位人民币，还有把这套技术应用在实体经济的供应链金融上。这是2种完全不同逻辑的监理哲学，也自然长出了很不一样的市场生态。那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看全球，哇，那真的是一场超激烈的规则制定大赛。美国现在正试着用 Genius 法案加上 AI 监理科技，想抢下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主导全球资金走向。而欧盟那边动作也很快，直接用 MiCA 法案画出了一个包含绿色资产的统一监管大框架。另外，香港正拼了命用2025年的稳定币新规定，想当亚洲的数位资产结算中心。新加坡更猛，直接跑在最前面推动 AI 跟 RWA 的跨境互认沙盒。这也揭秘了一件事 ，RWA 绝对已经是重塑全球金融竞争力的核心关键了。最后，我们来到第5部分，总结一下这一切将会对未来的银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其实，未来的金融版图绝对就是这2大系统的终极合体。以前那种纯粹的 DeFi 虽然跑得快、效率高，但因为背后空空的没有真实支撑，市场一恐慌就容易崩盘。可是现在 RWA 加上 DeFi 的超强组合出现了，它完美保留了区块链那种不用靠中间人24小时运转的高效率，同时又补上了真实世界资产带来的满满安全感跟稳定收益。这不但直接解决了虚拟货币长久以来的最大痛点，更是让那些大型法人机构愿意点头进场的最重要关键。这绝对是下一代区块链金融的最核心模式。